现在维克，他做的比我好。好，75公斤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办公室。自从把这个办公室改造好之后呢，就一直没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录制视频。今天终于可以坐下来，在这里给大家带来一支科技感比较高一些的视频。那顺便也带大家看一下更新过之后这个办公室的最新配置。那如果你对之前这个办公室的改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去看上一个视频。那今天想给大家带来一期关于苹果手表的视频，因为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那按照苹果正常的发布周期，下一支苹果手表很有可能呢会在今年9月份，也就是下个月推出。那我这只手表呢是去年跟这个 iPhone 的11 Pro Max 一起购入的，是去年9月份，那现在已经有1年的时间了。什么意思？Okay, that's cool. 哦，这个包装很神奇，我怎么那么看不懂呢？OK， 里面我又看到了这个500的充电头，噔噔。那这个之前的应该可以用哈，前一代的。哦，这个是个表盘，看上去像皮质的，但其实好像是那种泡沫纸的表面，旧款的。我这更接近于 pink， 就是粉色，这个有点带金色，有点粉金，就 rose gold， 但这个的话就特别粉，特别粉嫩粉嫩的。我记得我当时这个买来它是就这样子放在盒子里的，所以我不用装表带。但是这个的话，它意思就让我自己装表带咯，太复杂了。这边舒服一点，这边就像那个席子那个竹子扎到你的感觉，就不舒服。2代、5代、2代、5代。所以我在这里呢，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期关于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5我使用1年后的感受，还有就是自己非常喜欢的几个非常常用的功能，希望可以在新一代苹果手表出来之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是选择去买最新的苹果手表呢，还是以比较优惠的价格购入之前几代苹果手表。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在我拍视频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也一直都有佩戴这个苹果手表。我之前使用的是第2代，佩戴一个粉红色的运动型表带，应该是用了3年，是2016年购入，然后去年2019年才更新到了这个第5代。40毫米表盘和粉橘2个颜色搭配的回环式表带。之前那一代呢，明显感觉到系统变慢了，还有就是电量不够，有的时候在一天中如果多进行了几次锻炼，就是那个 workout 的 program 以后，一天之中可能需要再多充1次电。当时已经感觉到不是特别方便了，才决定更新我的这个手表。接着呢，我说说这个新的表带。刚戴上的感觉呢，会有一点点跟皮肤摩擦的感觉，不如之前的运动型的那种表带平滑。然后就是刚开始感觉到它的透气性也会差一些。不过呢，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回环式的设计。这种设计呢，你就永远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长度，而且呢，这个材料也可以清洗。洗干净了之后，1个晚上就能晒干，第2天感觉又是一个崭新的手表了。我觉得呢，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在2016年购入第2代手表的最初的原因，就是督促我进行锻炼，然后记录我的一天消耗的卡路里。但是如果你仅只是对运动上面有所需求，那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花这么就是比较昂贵的价格来买苹果手表。很多其他稍相对便宜一些的运动手表就可以满足你对于运动的这个需求。回到之前有个视频我提到过关于苹果生态链的问题，那目前苹果手表只能搭配苹果的 iOS 系统来操作，所以你如果没有苹果手机，那苹果手表对于你来说也是没有用的。那我现在有记录了大约是8个对我的生活有非常大帮助的功能，那接下去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体验这几个我比较喜欢的功能。那我们第一个呢，就是带大家看一看关于这个表盘的设计，你是可以自定义的。如果你设计的好，那它会将对你的生活产生非常便利的帮助。那第2个呢，就是和广大非常多的朋友最初想购入苹果手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锻炼。然后它是可以监测到你的心跳、你的步数、你锻炼消耗的卡路里，
它也可以自定义你的这个锻炼模式，就是 workout。比如说像我经常使用的会是室内跑步啊、室内走路啊这种类型的。当然还有更多的其他选择，只是说我的锻炼呢比较单一。就这样子点进去呢，就能看到我的一些锻炼的数据。那这是我今天还没有达标，我给自己设定的话是锻炼550个卡路里，然后我现在只完成了一半还不到。然后再往下滑可以看到现在的步数，我只走了3500。那像再往这边过来呢，就可以看到我的朋友。那这里跳出来的就是维克，现在维克他做的比我好，当然他所设定的这个就是目标也比我高很多。他已经走了1万步了。你就是可以跟朋友做一个比赛，但是我在这里呢，就是建议你找一个跟你运动水平比较类似的朋友，这样子你不会产生太大的落差感。那我跟维克这样子比赛的话，我永远都会产生落差感，然后最后就不想再去完成了。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就是 Apple Pay， 就是我双击2下这个，我就可以去付钱了。我有就是把很多卡就放在这儿。第3个呢，就是可以快速的查看天气。随着这个手机 iOS 14的这个系统的更新呢，手机可能也可以非常方便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还是更喜欢手表一看我就知道外面几度。那第4个呢，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在料理家中的一些琐事的时候呢，会突然一下子发现你找不到手机了。手表你是肯定随身佩戴的，那个时候它就会帮助你更快的找到手机。那就看一下我们的演示吧。手机不见了这件事情就很麻烦了，那我就只能用我的手表来找一找它了。那我们来找一下我们的手机在哪。听到了吧？好像是在这里。顺着声音走过去。听到了，在这里。手机在这里。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呢是美食频道的博主，一个计时器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OK， 现在煮蛋，我们设置10分钟。震起来了。不是我好了，我好。那还有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用我的手机用后面的摄像头来录制我，那我是完全看不到我在镜头中的什么位置。所以这个手表的拍摄的功能我也非常喜欢，它就可以看到我现在镜头对着我什么位置，它也可以进行一些自拍照片的一些调整。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跟这个锻炼也息息相关的。可以看我这个视频用 Keep 跟着李现做了一套运动，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苹果手表，在做运动的过程中，电视机上会显示我当下的心跳，看到自己的心跳可能从100升到120到140这么一个过程，就会自己可能对自己这个锻炼会有一些满足感。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款手表出来之后比较新的一个功能，就是关于当下环境中的一个噪音的检测。好，这现在就是我身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我讲话的声音它也会变。那我现在不讲话，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分贝数。那希望看到这里的朋友，心中已经想好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个苹果手表。也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大家。欢迎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的视频点赞。如果你特别喜欢这支视频，或者知道这支视频会给你身边的哪位朋友提供一些帮助的话，那也请帮忙转发一下吧。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